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外星人与月球。不少中国的神话和资料都表明了，月球上曾经存在着一种高级生命，他们很有可能在6000年前呢就降临过地球。他们不仅挖空月球的内部将其变成了一艘宇宙飞船，甚至还参与创造了地球人的计划。是远古神话中的女娲和伏羲用高科技创造了人类吗？山海经中记载的怪异生物是基因实验室的失败品吗？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被做成飞船的月球。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在《六问奥义书》里面就说，为月是造物主，会伴月为无智，明伴月为生命。月亮上是否真的有生命在操纵月亮呢？我们不敢肯定。但是在研究月亮神话的过程中呢，我们意外的就发现月亮神话与生命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客观的说呢，就是世界各民族的月亮神话来看呢，并没有过多的内容。比如中国的月亮神话呢，只有长溪沐月和嫦娥奔月2种，其他呢就不属于神话的范围了。但奇怪的是在这为数不多的月亮神话里呢，几乎都和生命有关，这是巧合吗？月亮在不少的民族中被当作生命之神来崇拜，他们有一种奇特的观念，认为促使植物生长的不是太阳，而是月亮。古巴比伦人就认为呢，地球上一切的植物的生命来源于月亮，而巴西的土著居民也认为是月亮创造了大地上的一切植物，因而称月亮是生命之母。这个观点呢，与现代科学的结论是相违背的。万物生长靠太阳，这基本上已经不是什么奥妙的科学知识，最多呢只能算是常识。不过现代的科学呢，还没有充分的研究透月亮与生命的关系之前呢，我们对古老的神话应该抱着一种尊重的态度。现在的科学研究证明呢，月亮与植物的确有一种无法比拟的促进生长的作用。那么月亮与人是否也有着类似的关系呢？月亮与生命的关系还表现在许多的神话里。比如说月亮是地狱的说法就在世界各民族中都很流行。远古的人就认为呢，人死之后灵魂要回到2个地方，一个呢是生命的来源，第二个呢是祖先的栖息地。实际上呢，这2个地方呢可以合二为一。这种认识呢特别的古朴，也特别的真实。至于地狱呢，那是后来人建立起来的一个名词嘛，它只是表示灵魂归宿的问题。而现今生活在南美洲印第安人呢，都普遍认为人死以后灵魂要飞向月球，因为那里是生命的发源地。不但国外有月亮呢是地狱的说法，中国也有类似的神话。苗族有一种丧葬时唱的歌，名为焚经曲，它是人死埋葬后当天晚上由巫师唱来丧葬习俗的歌。唱的时候呢，焚烧死者生前的头巾、腰带、裹脚布等，而巫师用歌呢引导死者的灵魂离开家，沿祖先迁徙的路线呢回到东方的老家，最后升到江央公公所在的月亮上去。可见苗族人认为最终的地狱呢是在月亮上，而人的灵魂死后呢都要回归于月亮。中国最著名的神话嫦娥奔月呢，就提出了月球上有生命的观点。大哲学家和科学家毕达哥拉斯他就相信月球呢是颗不寻常的星球。他认为月球并不是一个荒漠的世界，而是存在着相当发达的文明。他曾经十分肯定地说过，月球人是十分优秀的，他们的历史呢比地球人的历史古老10倍。据说毕达哥拉斯的这一观点呢，是从一位埃及的大祭司那里得到的。在古希腊的神话中呢，象征智慧和文化之父的天神俄尔普斯曾经也说过呢，有某种人类居住在月球上，他们都住在月球的内部。希腊的神话还认为呢，地球上所谓的神就是住在月亮里面的人。而这一点呢，与中国甲骨文中的神字的意思呢，简直是不谋而合。来自于古代神话和传说使我们对遥远的皓月呢，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遐想与深思。而月亮真的与生命有某种神秘的关系吗？月球真的是一个中空体吗？里面真的住着高级生命吗？这些是幻想还是客观的现实呢？事实上月球起源的假设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而这些缺陷呢，目前科学又是无法弥补的，故而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新的假设嘛，就是月球是宇宙飞船的假说。所以让我们大胆的想象一下，在宇宙的某一个区域里面就居住着比我们地球文明不知道高出多少倍的高级生命体，他们出于某种目的呢，使用了某种科技将一颗小行星的内部挖空，改造成了一艘巨大的飞船，经过漫长的岁月穿越了无数的星系，于是就来到了我们的太阳系。这一假设就可以解决许多现代科学目前无法解释的月球的神秘现象。我们倾向于这种假设，因为它与上古神话的记载的事件呢有许多一致的地方，甚至双方可以互证。
在阿波罗登月的计划中带回来的月表岩石的密度远远大于地球的岩石。如果按照这一现象推测的话，月球的中心应该是一个大密度的物质组成的内核。这样一来呢，月球的总质量就会比现在的计算结果大得多啊。相应的，其引力强度也要更大。但考虑到月表离月中心比地表距离地中心要近得多，再加上它的总质量，引力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大非常多。可是没有想象到月球的引力却只有地表引力的1/6，好像月球的引力与其密度质量无关一样。这样就只能说明月球是一个巨大的空心球体。美国的康奈尔大学的卡尔萨根博士就认为自然形成的卫星不应该存在内部的空洞，这也是科学家们普遍一致的看法。在月球35到40公里的壳体下部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空间，那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呢？难道有像我们一样的智慧生物吗？他们靠什么来生存呢？而他们为什么又要待在里面呢？月球如果真的是内部空洞的话，那么一切的科学解释也就通通失去了作用。我们只能承认月球呢是一艘宇宙飞船的假说。如果承认这一种假说的话，就同样承认了宇宙中存在着一种强大的地外文明。有许多人就认为呢，地球上高级的生命体出现纯属宇宙的偶然，而既然是偶然，就不可能再发生其他的星球上也有的这种事实。可是呢，在银河系中有180亿个行星系，假如有1%的星系中有生命存在的可能，那么概率呢就是1.8亿。那在这1.8亿个行星系中，假如有1%有生物的话，那么概率呢就是180多万。那在这180多万中，假如有1%有智慧生物，那么概率就是1.8万。如果算上银河系之外那概率的数量会高得吓人。因此我个人认为人类是宇宙的独苗的想法是幼稚的。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地外文明是存在的，他们很有可能比我们进化早几十倍，甚至是上百倍。今天呢，我们不但能够登上月球，而且还能够探测整个太阳系。那么一个比我们发达不知道多少倍的文明他们也有可能跨越星系来考察在与我们的先民接触当中呢，而留下一些遗迹，并传授一些知识嘛。在这一思想下，就产生了远古接触论。远古接触论的创始人呢是美国的福特恰尔茨侯，他的基本思想是宇宙间存在着巨大的生物。对于这些生物来说呢，我们的世界的大小只介于饲养箱与实验室之间。如果以上关于宇宙智能生物推测是正确的话，那么它们完全有可能在人类的初期降临地球，因为6000年以前的宇宙的空间比现在要小得多。因为这是宇宙大爆炸理论给我们的启示，虽然程度细微，但已经足够使我们的理论成立了。我们之所以把时间设定在6000年以前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人类文明的历史是刚刚开始的，有文字就会有记载，而这种记载呢，恰恰是我们今天的证据。在远古时期呢，星系之间的距离是相对小一些的，这个结论很重要，这就为那些宇宙高级智慧生物来往于各个星球呢创造了条件。他们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在各个星系之间穿行。同时呢，由于星空密集呢，宇宙间的万有引力比现在也大许多，而宇宙间的高级生物呢，也许就掌握了利用引力的某项技术，以引力为动力跨越时空呢，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此有人就推测呢，有一批宇宙中的高级智慧生物将月球改造成中空的宇宙飞船，从而降临了地球，利用地球的动物基因呢，通过剪辑拼接重组创造了人类。那么提到创世神话呢，第一个自然会想到的就是女娲造人，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嘛。女娲用泥巴造人，想用这个小生物去充实大地，大地上有了人之后呢，女娲的工作似乎就可以停止了。但是女娲却在想，假如这些小人都死了又该怎么办呢？总不能死一批我再造一批吧，那工程量实在是太大了。于是他就把男人和女人配合起来，让他们生儿育女，自己去创造后代，把人类的种子呢一代一代延续下去。女娲因为替人类建立了婚姻制度，使男人和女人呢成双成对，她也做了人类最早的媒人，所以后世的人将女娲神呢就奉为媒神。同时呢，我们也怀疑女娲造人的神话很有可能在流传的过程中就丢失了一部分内容，而这一怀疑呢，在汉代出土的画像的砖里面就得到了证实。在上个世纪呢，人们在汉代的古墓中就发现了一幅很奇特的关于女娲造人内容的绘画，而画中的女娲与伏羲呢都是人面蛇身，两尾相环，左右相交，下面有一个小孩双手牵着女娲伏羲的衣带，这是女娲伏羲造人的画面。但奇怪的是呢，伏羲手拿一个曲尺，女娲手持一个圆规，
大家都知道，曲尺和圆规呢都是计算用具啊，本身与神话的内容是毫不相干的，与其他的神话内容啊也不相容。而汉代的人啊，想用这幅画表示什么呢？我们可以这样来推测，这幅画表示的内容啊，本就是女娲伏羲神话中的东西，在汉代时呢还有相当的流传，但是在神话的文献中啊却看不到了，它肯定是神话中丢失的内容。那这些内容呢，也一定与曲尺和圆规有关。那么神话中本来的面目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推测就认为啊，曲尺和圆规在这里表现的，用现代话来讲就是科技与知识。只是在汉代呢，人们无法表达传说里的高深技术，只好用当时最先进的曲尺和圆规来表达，这几乎是唯一的解释了。因此可以断定呢，在上古造人的神话里啊，有相当一部分的内容啊是讲造人的环节，而这些环节的知识的成分也很大很高深，当时的人们啊根本就不可能理解，因此呢，逐步就从神话中剔除出去了。在汉代时呢，民间口头上还有一些流传，所以被反映在了绘画当中。而这些绘画呢，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世纪所发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为人类的起源的问题呢，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那么这幅画的意思呢，应该是这样来解释的：女娲和伏羲呢，用高科技创造了人类，他们很有可能就是来自于月亮的高智慧生物，将科学技术和造人的神话相关联呢，这在世界的神话中啊，还是绝无仅有的。我们相信呢，如果没有神话的原型作为基础啊，我们无论如何呢，也不会将这两种相差108000里的东西画在一幅画当中。这不正与我们所说的神用基因科学创造了人类的观点相符合吗？人是地球生物基因的组合物这一观点虽然很离奇，但在世界的其他神话中却可以找到大量的证据。在北美洲的米沃克人的神话传说呢，造物主郊狼将世界创造完以后他就想造人，可人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他心中没有底所以他就把所有的动物都召集来大家一起商量。狮子说呢，他希望人有一个可怕的大嗓门，像他一样使所有的动物都害怕。而熊说呢，人应该有很大的力气，行动要敏捷，能无声迅速的逃跑。鹿说呢，如果人没有头脑就显得很呆蠢。猫头鹰说如果人没有翅膀就没有用处。最后呢，造物主郊狼就决定综合这些动物的优点长处去创造一个人。从此呢，地球上就有了人。我们不知道人类的身体的内部还有多少种动物遗传的基因存在，也许还有某一些外星人的特征。那在综合了以上这些证据以后呢，我们猜想出一种可能呢，就是人是被某种高科技的宇宙生物创造出来的，人呢就是神的产品。大量的创世神话呢，想告诉我们的正是这一点，这就是神话的真相。当然了，无论人类是怎样出现的，在这个过程中都出现过一些失误，比如历史上的巨人之谜。那关于巨人的传闻呢，在古史中绵延记载了几千年，直到中国明清之际呢，还有类似的笔记记载。不仅如此呢，国外也有大量相同的记载。在中国神话里，最早记载巨人的事迹是《山海经》，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夸父追日的传说。当然，《山海经》里记载巨人的绝不止一处，《大荒东经》里曰东海之外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有大人之室，名曰大人之堂。而《博物志》外国记载，大人国其人运36年，生白头，其儿则长大，能乘云雨而不能走，盖龙类，去会稽46000里。由于巨人十分高大呢，自然力大无比，在远古崇尚力量的年代我们的先民呢就把他们看成是神，甚至把他们看成是神的祖先，这一点都不奇怪。伏羲是人类的祖先有造物神的特征，在中国神话里呢，他的神格极高，但据说呢，他就是巨人的后代。中国历史上不但有关于巨人的记载，而且还出土过巨人的化石。据国语、鲁语记载呢，春秋的吴国讨伐越国的时候，曾经从地下挖出了一副巨大的人骨架，整整装了1牛车。而吴国的人当时谁也不知道这副骨架的由来于是就专门派了一个使臣跑去问孔子。孔子回答说，当年大禹治水的时候曾经在会稽这个地方呢，召集千神百鬼开过一个会，大家都按时而来。而有一个叫做防风氏的人呢，妄自尊大，姗姗来迟，被大禹呢杀头示众了。据说他的骨架呢就能够装1牛车。而孔子的确博学多才，轻而易举的就解决了问题。可见呢，巨人在历史上有存在的说法。而春秋时期呢，还出土过他们的化石。要解释巨人的出现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自然界的自然淘汰的法则将那些体型巨大的生物呢都淘汰掉了。但世界神话记载巨人的时候呢，都提到了一个共同的细节，那就是巨人呢是被神消灭的，而且呢与火和雷有关。那么谁消灭了巨人呢？是来自于外太空被人类称之为神的
宇宙高级智慧生物吗？根据中国神话的逻辑性呢，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巨人族并不是太空人有计划有组织创造的，而是由一个或者是几个怀有反叛目的的这个太空生物私自创造出来的。大约有这种可能性，就是一些月球的反叛者呢，意外地发现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巨猿尸体，于是他们截取了巨猿的部分的活性细胞从中就提取出了所需要的遗传基因，然后呢，与创造出来的人类进行了新的基因重组，于是就创造出了巨人族。当然，他们创造的巨人族的目的是为了他们的反叛而服务嘛，不需要真正意义上的完美。因此，巨人除了身材高大、力大无穷以外别无优点，过多的保留了动物的凶残的野性。这些尚不完美的巨型人类呢，曾经给其他矮小完美的人类带来了不少麻烦，导致了我们的先民对他们产生恐惧。而这种恐惧以宗教的方式还表现了出来，就是把巨人神圣化。这一点也反过来证明了巨人确实和我们的先民共同有生活过一个时期，双方有过频繁的接触。后来呢，这个小型的反叛组织率领巨人们参加了反叛月球的战争。当然了，反叛者肯定失败了，有不少的巨人在战争中被杀，而巨人族呢也就随之灭亡。如果我们以人是宇宙高级生物利用地球的动物基因组合而成的这种假设去重新看待这些离奇的记载，就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无论是巨人还是《山海经》里那些类人的生物，也就是人与兽组合成的那种生物都是没有实验成功的半成品。这就是千古之谜人之初了。而来自月球的宇宙高级生物在面对地球所有的动物基因时呢，当时就无法一下子创造出一个体型优美又符合生物生理的完美结构还必须得适应地球的重力以及环境的那种人类。所以呢，他们就试着以不同的基因的组合方式来实验，这样就产生了《山海经》中所记载的那种奇怪的人种。总之，经过了大量的实验呢，终于就出现了现在面目的人类。那按照这种假设呢，也许就能够破解千古奇书《山海经》了。窥视来自于月球高级生物的造人过程。出现人类之后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天地分离的传说又是怎么来的呢？之后呢，我们会继续讲解。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